好的，咱们来开始做一个新的一个系列吧。因为最近我比较有空闲啊，然后每天都开直播打打游戏，然后有一些素材还是比较精彩的，我准备拿出来做一下复盘。因为之前的比赛做的都是职业选手，对吧？都是顶分中的顶分局了，然后他们很多的处理办法其实有点不接地气，哎，不太适合低端局，所以说我就拿我的这个第一视角给大家讲一下，在低端局碰到了这种非常复杂的情况，该如何处理好，让大家能够明白啊如何玩转低分局，好吧？咱们现在就开始。好的，来，咱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啊。这场比赛看一下双方阵容，我是这个幻影长矛手的这个第一视角，然后天云方的话，中单是个屠夫啊，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屠夫。3号位是个龙骑士，4号位是个暗木，5号位是个大树啊。然后对面的话，大哥是个幽鬼，中单的话，中单是个谁来着？应该是个卡尔吧？是卡尔还是先知忘了？反正3号位应该是个杜姆，3、4号位是杜姆白牛吧？啊，反正就是知道对面的这个分路时间长了忘了，但是。反正对面的进攻是很凶狠的，咱们来先看一下对面的进攻啊，就看夜眼方的那个。首先，他们开团定位，所有的人几乎都能开团定位，哎，对不对？卡尔可以幽灵漫步去干什么找人，哎，然后找到人了，白牛直接嗷冲，对不对？或者说幽鬼直接大招降临，或者说先知直接2技能传送飞在你脸上框你，哎，他除了末日这个，就这一个英雄，可能就是怎么说比较笨重，需要。亲临战场啊，剩下的人可能都是非常长手、非常远、飞来飞去的高人啊，杠克能力极强哎的，所以说打对面这个阵容啊，就一定不能中期崩盘，中期崩盘了是会被直接滚雪球往死里滚，你根本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的这种感觉，所以说非常的危险啊。好，是个卡尔中单啊，然后末日打3，先知打4是这么一个样子，然后。反观我们这边其实是有一个硬伤的，硬伤是什么？就是那个我们的输出其实在前中期略有不足，哎，就是这种感觉。因为我是一个刷盒，拿了个猴子，对吧？是一个刷盒。然后屠夫虽然说是中单，但是屠夫这个英雄其实很看，哎，屠夫不是中单啊，是暗木中单是吧？哦，暗木中单，屠夫是打4号位的，他买的是鞋，然后龙骑士买的补刀斧，那个龙骑士是打3的。那这个问题更严重了啊！也就是说是，屠夫这个4号位，我是十分不推荐大家玩的，因为在如今的版本之下，4号位太重要了。哎，4号位跟3号位还有2号位这3个位置，就2、3、4，他们其实都是团队的发动机啊，就是杠号发动机，兼顾着就是说一个团队的这么一个怎么说呢，输出的或者说中期带节奏的一个重任。屠夫这个英雄，哇！屠夫这个英雄带节奏太不稳定了，你知道吧？就是因为他不像中单屠夫，中单屠夫其实还好，为什么？因为他有经济，有等级，他有经济可以提早起那个什么，就是那个跳刀，对吧？他可以很早的就起一个跳刀，然后去跳咬人，开咬，然后一个勾，对吧？这个威力还是蛮大的。但是一个4号位屠夫的话，他肯定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出到跳刀的，所以他打先手就只能勾人啊。然后我们中单又是个暗木，中单暗木的话，我之前讲过，它其实是一个后期盒，对吧？它要的东西很多，什么跳刀、A 杖、玲珑心、魔晶，哎，对吧？这4大件都得有。一个中单想在如今的版本刷出这4个大件，得刷很久。然后我是刷盒，暗木是个刷盒，4号位是个龙骑，中期节奏可能会很崩，你知道吧？然后大树是个保人型的英雄，他没有太强的进攻性，他能把我保住就不错了，在对线的时候，对吧？所以说这一局的话，其实开局就这个阵容就不太妙，哎，真的就不太妙，很可能中期打不过对面，对面打我们还要接团，接一波团输了，第2波团再输了，可能就崩了。这个是。从一开始可能就能预见到的一些情况，然后这边大树是从侧面包抄出来，然后给了一个藤蔓啊，给了一个寄生种子，然后我的技能也交了，哎呦，这个打的末日剩最后一点血了，算了，然后杀这个先知，看能不能把先知拼掉啊，一边走 A 一边 A 啊，这一定要是走一步 A 一步，走一步 A 一步，千万不要那个就是右键点到他身上就不管了，让他自动攻击那是不行的啊。一定要 A 一下往前走2步 ，A 一下往前走2步，把那个攻击间隔的空档时间，然后省出来去做这个平 A 啊，就是做走路跟平 A，这样能多 A 几下。
然后这局唯一的这个依赖的点是谁？是龙骑士啊，也就是说龙骑士这个选手啊，这个路人选手他必须打得特别的好，而且特别的有思想章法才行。也就是说他，比如说他最早要出一些对线的装备，他能站住线，像什么假腿啊、双护耳、大魔棒啊，对吧？然后呢，直接跳刀，我觉得这是非常正确的，在这一局里面。就是很多人问我3号位该不该出跳刀，或者什么时候出跳刀，这个绝对是看情况的，没有定式的。3号位是没有定式的那种打法的。你像在这一局，我们没有任何人能带节奏，你不可能靠一个4号位屠夫去勾开团吧？对面的开团是什么等级？你们能懂吧？先知开团、白牛、幽鬼，对吧？哇，卡尔吹风磁暴，就是对面任何一个人都是顶级开团，我们这边没有开团，只能靠龙骑士，所以说。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龙骑士身上了。这个选手一定要打得好才行啊，一定要打得好。好，然后现在不管了，现在对线期风平浪静啊，这是一个这反正就是正常的一个情况，主要还是看就是对面启动起来之后，我们如何应对和龙骑士多长时间能够启动起来，这才是这一局的一个重点。所以说你们在玩游戏的时候，不是说抄谁的出装，是要先分析局势。你看我给大家出了这么多期视频了，每一期视频。一开始的时候都会花4到5分钟时间干什么？先读一下双方的阵容，对吧？分析一下这场比赛可能会发生的一些情况，这个才是打到它最重要的，对吧？然后你把这个情况分析之后，你不管打几号位，你大概都能明白我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对吧？队友该干什么，然后敌人怕什么，这些东西你大概心里有个谱了，你才能够有个规划，在后续的这个游戏过程中该怎么样出装，该怎么样打，对不对？还好对线的话，杜牧家先知有一个大树保我，压力并不是特别的大。这一波的话是通过一波拉野堆了一堆的兵啊，堆了一堆的兵，这一堆的兵非常的多。好，我就丢个毛就行了，丢个毛就让那个大树去跟他换个血就行了。因为我现在哇，不是这个刀怎么全让大树那个藤蔓这刀全让大树的藤蔓给抢了，我服了。好，不过现在比分3比5，3比5的话，烈士路看来有点劣势啊。烈士路的话，这个屠夫是死了一次，龙骑士死了一次，然后白牛杀2个人啊，幽鬼2个，幽鬼和白牛各死一次。烈士路反正就是没有打出优势啊，只能这么说。然后让白牛和那个幽鬼混得很舒服，其实这是不应该的，因为白牛加幽鬼。在对线期啊，还是非常非常弱势的。白牛1、2级有啥厉害的，对不对？幽鬼1、2级有啥厉害的？我觉得不应该让他们打得这么舒服啊。行吧，然后随着这个白牛大杀特杀，我就有一丝丝不妙了，就感觉到一丝不妙了，因为这个情况非常的不好说啊。就是白牛如果他一直杀人的话，不是他的经济怎么样，你们懂吗？就是白牛这种英雄，他是节奏型英雄。节奏型英雄要的前期不是经济，是什么？是等级。你们记住是等级。一个就比如说前期一个双护耳的白牛你怕，还是一个早到6的白牛你怕？我这么说你们一下就明白了，对不对？就说白牛等级一旦高了，他就算装备差一点，就说他老死，老跟对方换头，但是他老是后死，对方先死，他能吃到经验，这就很可怕。这么一来的话，他等级高，中期开始带节奏，扛不住的，大家真的是扛不住的。呀，这波我犯怵了，这波是我犯怵了。我其实就是第一时间是应该用神行百变把这4棵树破掉的，然后我只是用了个补刀斧砍了一个这棵树啊，砍了一个这棵树，我想的是能把末日杀了，没想到被末日绕树林活生生把我绕死了。这波是我犯了个大怵啊，对吧？这个直接神行百变跟把末日拼死就完事了。好，理解一下，老年选手啊，那这个问题不大啊，问题不大。好，然后白牛又搞到了上路去，然后又回到了上路，配合幽鬼去打线啊。刚才是下来，我跟大树也是被就是白牛这波支援杠杆打的双阵亡。先知到6了，先知到6了，然后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信息，对不对？然后大树现在4级，虽然说我到6级，我的等级没有任何用处，你们要懂，我这个英雄的等级没有任何的用处，然后只有装备才有用。好，然后
先知到6之后，配合白牛和卡尔，卡尔应该是游到上路了，直接是杀了一波龙骑加屠夫。咱们来看下经济，现在的龙骑士的经济是本场比赛的重中之重啊，3600，哇，没有想到这么好，哇，这是大的出乎我的意料，他有如此之高的经济，那还行啊，那这个是真还行啊，这个是真还行。好，屠夫过来了，给了一个钩，其实他这个钩是给的是有问题的，他不用给这个钩的。他直接往上走，然后大树给一个这个藤蔓加一个那个寄生种子，他就走不动了。屠夫走到脸上直接咬就行，因为末日又没有什么位移能力啊，这个是不应该这么打的。好，然后我再出了一些基础装备之后，假腿系带对吧？然后直接是 A 杖啊。看一下龙骑士的装备。龙神装备假腿跳刀，还不错，他还是一个有觉悟的好青年，对吧？他知道要出跳刀这一局，那还行，那就有机会啊，那还是有机会的。咱们多讲点大局的东西啊，自己的第一视角，其实这时候没有什么看的，因为作为猴子来说，这段时间就是避战刷钱啊，这就是尽量的不要让自己露头，因为现在我挺担心的。首先，我没有白牛的视野，有人说你咋打钱打得这么猥琐，你为什么不上线？首先，我没有白牛的视野，然后对面幽鬼随时都带大，对吧？白牛也6级了，现在白牛6级半了，然后我在线上，哎，你看这个时候杜姆是直接冲到我脸上，直接给我甩大了，我只能在塔下绕圈圈等队友来，但是我这个时候是必死的，因为这个版本这个版本杜姆给你大招你是回不了血的啊，就是它等于说是一个标准血量斩杀，比如他一个大招打500，你480的时候吃到大招你是必死的，对，所以说当时我知道我必死了，我就只能拖队友前来支援，就绕塔绕了好几圈，让杜姆吃了很多塔的伤害。屠夫过来了，跟杜姆换了，但这还是要血亏啊。然后1换2，这就是我刚才说为啥我打得很小心，就不敢上线。上线你吃任何一个人的技能，可能在我现在这个状态下，可能就直接死了。你看我刚一露头，对吧？刚来到线上。准备摸几刀，白牛这时候已经锁定我了，而且幽鬼和先知还在旁边伺机而动。幽鬼给了我一个标，先知给了我一个框，然后这个时候基本上跑不了了，这个时候基本上就跑不了了。然后大树跟谁？跟那个暗木过来，其实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大树给个寄生种子，给个藤蔓，暗木呢？暗木给了一个毒镖。然后侧翼的话是先知找到了屠夫，幽鬼直接飞屠夫，2个人是杀了屠夫。然后这边的话，暗木跟大树在疯狂的 A 啊，直接是把杜姆 A 死了。这边这个白牛能不能 A 死？白牛身上有毒镖吗？白牛身上是有毒镖的，那是白牛也是阵亡。这边是打得很惨烈啊，然后幽鬼继续来收割打这个暗木，先是在后面跟这个给骨灰，但是这几波的话，幽鬼是打飞了，对吧？幽鬼是一直在收割打飞了。现在7比19 2000，其实这个时候就已经陷入到我说的一开始最危险的那个情况了，就是龙骑士并没有带起节奏来，屠夫也带不了节奏啊。你看，就是我说的，他一个4号位，他靠钩去打先手，稳定性太差了，然后对面已经牢的把进攻的方向锁定到我了，我去哪儿打钱都不行。然后就是这种感觉，我去哪儿打线都不行。对面白牛锁着我，先知随时能飞我，然后幽鬼随时能飞我，然后就哇，白牛是想交大，然后但是他们幽鬼可能是说了一声他没有蓝。刚才幽鬼的这个标你们可以看一下，当时白牛大 S 数的时候，幽鬼的大招点是暗的，就说明他是没有蓝的。如果当时幽鬼有蓝的话，我的神行百变也用过了，对吧？然后那个白牛把我撞一下，大招撞回来，幽鬼开大落地，很可能我就死了。所以说这局问题现在特别严重，我丧失了打钱主动权了，我没有能力打钱了，然后队友也打不过对面。其实正常情况下来说，这种就是死局了，就像下棋一样，已经死棋了，就是不知道怎么打了，就硬着头皮搞吧。然后这时候队友就已经开始抱团了，你知道吗？队友你看上路已经开始4人抱团了，因为他们已经感受到这个感觉了，就是说是。你落单就可能会被抓，然后那我也来吧，我也来吧，反正这波团非常关键啊，这波团输了可能就彻底没了。但是
对面的战斗力实在是太强了。这个时候我刚一落地，三员大将直接就倒了，3个前排，是吧？那个大树加屠夫加龙骑士3个前排直接倒了，然后剩我跟安木打对面4个人，肯定是打不过的。哎呦，这个就没办法了。我说实话，我当时是不太会玩了，就只能去哪儿有野，就是一点一点的抠野，看看能不能把我这个 A 仗先打出来，因为 A 仗太关键了，你没有 A 仗就连钱都刷不了，对，就是有钱你都刷不到，就那种感觉。先想办法把 A 仗抠出来嘛。不过 A 仗现在还遥遥无期啊，已经14分钟了，对吧？马上14分钟了，这个 A 仗还遥遥无期，哎。好，上路屠夫，屠夫跟龙骑士，他应该是有跳刀了，找了一个幽鬼，然后幽鬼是一个大招传哪来了？幽鬼是一个大招传到下路来了，但是先知直接是飞了暗木，他是一个大招飞到暗木身上，然后反把暗木给反杀了，哇，这太可怕了！本来是屠夫加龙骑去打幽鬼，但是这两个英雄其实输出是有限的，对吧？就是龙骑加屠夫打不掉这个高等级好装备的幽鬼，幽鬼啥装备了？幽鬼。刃甲加骨灰盒，看刚才我在这打钱，但是被那个先知大招弹到了，立刻我就跑了。你看我都没打了，为什么不打了？就是先知的大招弹人是要有视野的，你们知道吧？你看在我的视野里面，这是看不见眼的，但是你看对方的视野，这个地方是点了眼的。所以说当时我正在打那个小野，突然之间被先知的大招打到了，你就要知道这个地方是有眼，你暴露了。之后。很有可能你懂的，就是白牛可能已经锁你了，或者说是幽鬼随时准备飞你了，你就非常危险，立刻就跑。当时你只要被那个先知大招弹到了，立刻就跑，不要有任何的犹豫。然后这个时候我感觉到好不容易有一次打钱的环境了，为什么？因为幽鬼跟白牛同时出现在了上路了，先知是单杀不了我的，对吧？我有神行百变加这个补刀斧，哎，对面就算有骨灰盒点我脸上，我可以神行百变解掉。对面先知诓树诓我可以补刀斧开树，我不怕先知单打我只怕。白牛加幽鬼加先知，那是必死的。就是他们只要想来找我，我是必死的。好，这个时候，哎呦，他们上路不正打着呢吗？这白牛怎么又开始搞我来了？行吧。往后缩一点，然后因为我看见上路的那个谁，那个白牛不见了，然后打了半天白牛都不见，然后这时候白牛可能想过来杀我，幽鬼也过来了，然后我躲了一下。然后这时候拉一个金猴子啊，骗一下幻象，对吧？就是拉个幻象骗一下他们啊。然后我再走，这时候能拖到队友前来。好，这时候大树来了，哇！白牛堵的这个地方，白牛是没有技能的啊，那个1技能跟大招都用过了。哎呀，终于是杀了一个人。然后这个人头太关键了，你们知道吧？这个人头太关键了，他这个拉金猴子，我讲幻影长矛手那期应该讲过，对吧？骗了白牛跟幽鬼的输出，然后。拿到了一个白牛的大人头，这个时候直接是只差多少钱？只差700-800块钱啊，700块钱左右就可以有那个 A 仗了。这时候已经就是不是看到希望了，就是能够刷钱了啊！游戏才刚刚开始。好，当然这时候卡尔找到我了。你看，在我的视角里面，这个幽灵漫步，对吧？然后卡尔盯着我呢，所以说我只能被迫的往回跑。我给队友不停的发信号说，卡尔幽灵漫步盯着我，有没有粉？有没有针眼？我应该被白牛锁了，被幽鬼锁了。然后队友，但是好像并没有针眼什么的。大树在旁边还好，不过大树也没大招。大树要有大招的话。还能救一命啊！大树没大招的话，你就稍微往里面缩一点吧。然后这个就是，如果我纯打野的话，卡尔会来找我的，对吧？纯打野的话，卡尔找到我了，就给幽鬼和白牛给一个踏板啊，他们就可以锁定我了。这边是卡尔找到了屠夫，跟屠夫交火了。屠夫应该是勾一下再加咬，但是没有办法，屠夫不可能单杀掉卡尔的。然后又被赶来的幽鬼收掉了屠夫，17分钟落后了7000多了啊！其实这个时候就已经可以记了，说实话，对面太猛了，这个时候根本看不到赢的希望啊！然后只要交火，我们是连溃败。看一下我们大哥的这个装备吧，中单暗木现在是 A 仗出来了，想出个推救自己，然后他至少还得有个魔晶吧，有个魔晶跳刀我们才有战力。
这个时候呢，敌人都出现在了下路嘛，对吧？幽鬼什么都出现在，我直接 TP 飞的上路去打钱啊，这个反正就是夹缝中求生存吧，哪有钱往哪跑。好，然后这时候应该是 A 仗好了 ，A 仗是终于好了，18分钟。好 ，A 仗一好就有打钱的资本了。但是现在还是不能乱跑，不能乱露头，因为，我只是说我能打钱，但是生存能力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哎呀，这波是我刚踢的上路，他们在下路打起来了，我还得去，不去团灭了。但是我去了，我感觉能收割，对面的好多残血呀，然后我想去收割一波。龙骑士在我背后。呀，完了，这波是我俩没有交流。龙骑士端了卡尔，我来打先知，但是我应该是能把先知打掉的，我又吃了卡尔的一个重生震波，哎，这边先知是想卡树林，这个是卡不住的啊。好，然后我是单杀了先知，龙骑士打掉了卡尔，还行。本来一开始是应该集火的，就是说是有个交流，但是你懂得路人局嘛，这就跟比赛局是完全不一样的。路人局也没啥交流，龙骑士跳过来，我都没看见龙骑士跳过来，咣一下端卡尔了，我一毛的先知身上了，但是结果是好的，这是我出了 A 仗打赢的第一波团吧啊，不过就是开战的这个时机太尴尬了，就是我刚这边是找到了那个屠夫是白牛是撞过来想撞我，但是。哎呦啊！这个确实也是没啥办法。屠夫是一个勾到了小兵身上，我已经给他让位了。我把所有的幻象当时已经拉了一下了，然后没有拉开屠夫勾到兵身上了。这个幻象多了也是挡屠夫勾。好，下连散失，这个时候一定要起战力啊！千万别硬拖，因为就是对面永远是找你们打的，你们想避战、想求生，我感觉是很难做到的一件事情。对面4个人都在，龙骑士还活着呢。看看龙骑士是什么装备？龙骑士跳刀 BKB 还行啊，他想出西瓦。西瓦是个什么鬼？就是为什么对面这个阵容要出西瓦呢？然后好了，然后说到这儿了，接下来咱们就要说本场比赛的重中之重了啊，就是出完 A 仗出什么？我现在出的是散尸。其实按照我现在的观点来看啊，散尸可不可以出？可以。那散尸出完出什么呢？散尸出散尸其实是为了打架的。然后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根据情况临时换装备。啊，这个我在之前讲的很多期教学片里面应该都提过这个思想，就是那些职业选手会不停的更改预购栏的装备，对吧？就是会根据局势来更改。我出了散尸是想打架的，如果能打赢，举个例子啊，如果出散尸打赢了，而且接连打赢了，那我就会继续补什么进攻型的装备。但是如果出了散尸发现，不行，根本打不赢啊！出了散尸 A 仗还是根本打不赢，那怎么办？我可能就要去出一些保命型的装备了。好，这个时候呢，队友在下路又打起来了。哎呦，不是这个就是节奏很混乱，你知道吧？就是我每次都是我 TP， 我是为了找钱嘛，然后 TP 到上路去收钱，然后下面就打起来。但是这也没办法，因为对面的抓人能力确实太强，就是所谓的开团啊，找人能力太强了。只要我们露头，对面是一定开得起团来的，全都是飞人啊，这个是没办法的。然后我的散尸马上好了，老实的把这个散尸刷出来。这时候我给队友已经开始发信号了，就说是我的散尸马上好了，你们不要这个时候打，一会儿等我散尸好了，咱们开个雾啊什么的，对吧？正式的打第一波啊，22分钟正式打第一波，不行，这个黑龙打不过，然后过来先把这个人马清了。好，然后这时候终于是有了第一波战力了，然后这个散尸 A 仗。我给队友发信号，就说是我有战力，那个找机会干一波。鸟飞太慢了，我去拿个东西。好，我给队友打点了，说散尸 A 仗都有啊。这时候屠夫是带着 smoke 啊，直接是一个标上去。先看下情况。龙骑士是追死了白牛，对面的卡尔过来，卡尔想打，
但是没有关系，我有散失的，你打不过我的卡尔。好，我解一个极速冷却，交个标，但是后面有个幽鬼加末日啊，很厉害，不着急。这时候对面已经暂时应该是打不进来的，我有消耗的能力，对吧？我是有消耗能力的。我们的暗木加大树也在，对面想推这个塔应该是推不掉。哇，我服了。好，这时候呢，我为什么回头呢？我想让暗木给我脖子，这时候暗木是有脖子的，但是暗木不给我放啊，这个就是暗木不做人，对吧？暗木不给我放脖子，其实当时给我放个脖子，再拖一会儿，我的那个大招就掉了。大招掉了以后，哎，这其实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活，但是能拖一会儿是一会儿，他不给我放算了。好，然后继续接着刚才的那个思想说啊，就是说是出了30 A 仗之后，你要看接下来的1到2波团能不能打赢，是吧？这才是重点。如果接下来1到2波团能打赢且局势向好，那么你就可以继续补进攻装备或者说正面装备。但是如果接下来的1到2波团战怎么打都打不赢，而且局势越打越烈的话，那么就要考虑出防御装了，对吧？这个时候呢，我直接点了那个林肯啊，林肯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这一局关键的装备，或者就是翻盘的一个装备。首先，打白牛给所有新手朋友们说一下，打白牛克制白牛最好的装备就是林肯啊，克制白牛最好的装备就是林肯。我说2遍啊，为什么呢？因为你有了林肯，白牛就不能从远处锁定，你就不能撞你了，你就可以带线了，你就拥有了带线的权利了。一开始我是说我只有打钱的权利，你像现在打钱怎么打？就藏在树林里面卡视野，不要让对面看见，对吧？扔毛啊，扔完毛就跑，能打几个兵打几个兵，千万别贪兵啊！就是你贪兵的话，可能会把你自己贪死的。但是呢，你只要扔毛，兵线一定是会往前推的，而且你是有额外的经济收入的，对吧？4、5个兵，你至少能收2、3个。所以说，那个没有林肯这个时候收兵就是这么收，就是隔着树丢毛。然后把那个兵线硬生生的往前推到前方的时候，逼对方的人来回防，然后把对方的阵型拉散，不让对方打成那种5人抱团的那种情况。好，这时候呢，我继续推，看一下末日还敢不敢来收。如果末日敢来收的话，大树加我加大树加屠夫，应该是直接能把末日收掉。哎，所以说我们再蹲他，但是你不要露头啊，因为你一露头，可能幽鬼加白牛直接打你先手了，甚至先知可能就是飞过来就搞你先手了，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好，白牛，你看这时候白牛过来了，对不对？白牛过来了，这就是说带线的作用。哎，好，先丢个毛。屠夫有没有跳摇 ？Nice， 但是技能交的有点重啊，但是没有关系。这个就是说，你通过带线给对方限压力的，并且不露头的情况之下，能够让对方锁定不了你，只能被迫的来人干嘛清线。这么一来的话，对方就露头了，对方在明，我们就可以埋伏对面了。而这个先后手的关系就转换出来了，所以说白牛一死，他们少了一个很重要的团战发起点，但是我们的中路是被抓了，等于说就是对面的幽鬼加先知什么的加卡尔什么的把这个龙骑士抓了，我跟大树加屠夫去把白牛抓了啊，现在局势最起码能够怎么说稳定下来了，不过劣势非常非常大，20多分钟领先13000、14000，这个领先这个落后是非常大的啊。然后接下来就是说出林肯，有了林肯之后，第一是不怕白牛超远锁定，第二不怕末日了，对吧？我死了几波在中期全是吃末日死的，因为那个你让我这个老年人40多岁的老年人，对吧？然后团战的时候用这个神行百变去躲末日跳大，有点太难为人了，躲不掉，哎，就是一句话躲不掉啊，就出林肯第一能躲末日跳大，第二的话能够躲那个白牛，能够防止白牛冲你，这是非常关键的。好，卡尔这一个磁暴直接是把大树跟屠夫炸的都没蓝了，这是幽鬼真身吧？但是我在防着末日呢，我现在在防着末日呢，我只要露头，末日肯定过来，哎 ，OK， 这个看就是我说的，就是为什么有人说幽鬼那么残血，你咋不上去呢？因为我没有看见末日为什么不出来？这个咱们其实讲了很多遍了，每一期的就像什么迪法师啊、默克啊那几期的酱油大哥的视频都在说一个相互盯防的关系，对吧？有人说你咋不上去？哎，就光在远处丢毛，你怕啥呀？我怕末日啊，末日没露头啊，对不对？然后但是当时幽鬼已经硬生生冲到这儿了，且残血。然后如果咱们就想，如果我上去打幽鬼的话，末日一定露头。所以说怎么办？你就把手放到 W 上，然后鼠标就放到你身前，只要看见末日过来的瞬间，你就按 W。这个时候是有一个提前反应的，这个是能躲掉的。但是你就说是那种。那个你没有一个预警的，你去直接躲的话是有点难躲的啊。
好，这么一来的话，经过刚才那一波团战，是吧？然后杀了幽鬼，躲了末日大，然后算是打赢了啊，算是打赢了，还不错。然后这波又是被白牛锁了，卡尔是急速冷却点我身上，哎呀，这就没办法，这确实就没办法，突然之间降临3个人，然后。我想骗，但是哎骗到了，但是幽鬼又过来了，末日又过来了，哇，这个太可怕了，真的是活不了呀，活不了一点儿啊，真的是活不了一点儿。我其实当时已经做得很好了，对吧？就是各种技能走位，然后还把那个白牛跟末日什么都骗走了，但是幽鬼又来了，对面5个人每个人都能打到我，只要你露头都能打到你，这个生存太恶劣了，活不了啊，活不了一点儿。然后这个时候去买个球，买个接法球，再买这个风骚之环。哇，风骚之环差一丢丢钱啊！咱们活了以后随便搞点事情就能把那个风骚之环买回来了。好，然后那个活了以后，把那个树枝一卖，让他把风骚之环和极限法球都买出来给我。这个时候其实，这个补刀斧卸不卸，就是先知看他先知盯不盯你了。先知盯你的话，这个补刀斧最好还是留在身上。但是我要带线的话，这个东西的回蓝对我来说帮助很大，因为我要一直丢毛，所以说，哎，去球吧，要钱不要命啊！这个时候真的就要钱不要命了。先知诓你的话，你可以靠神行百变是可以飞走的，这个是也不是特别大的问题，除非他到了20级，他到了20级之后点这个发酵具有输出效果，那个时候就需要补刀斧，但是现在他只有17级，他并没有到20级，他点不了那个天赋，所以这个时候暂时来说补刀斧的权重不是那么高啊，然后到20级的时候补刀斧又得重新拖上来，所以说暂时不要卖它啊，这补刀斧暂时别卖。啊，咱哪儿都有眼呀，这怎么又被锁了呀？我真是服了！哇，白牛引刀了，哇，完了！哎，不过这个时候，就他一个人吗？哇，就他一个人算了，那也得跑，那也得跑，就他一个人得跑，然后直接卡到树林里面 TP 啊，直接踢走，因为他后面是有人的。好，白牛又是锁到了暗木身上，往下撞。我的林肯差一点点钱就好了，然后这个时候最好别死，最好就是一切以避战为主。哎，土拨是一个跳钩，能勾到人吗？没有勾到，这时候你藏起来，稍微藏一下，你不知道对面开没开悟。首先白牛是有引刀的，对吧？很危险。如果白牛把你撞到了，你是防不了的。你这个时候再也不可能用这个什么神行百变去躲白牛撞了，躲不掉的，对吧？因为白牛是引刀嘛，白牛一撞加个大招把你顶回来，末日跳刀直接一个大招你就死了。所以说现在就是非常脆弱啊，最脆弱的时期，对面是最强势的时期，很危险的，很容易死。所以说你打的稍微的小心一点啊，小心一点。哎，正面是又打起来了，屠夫一个勾是没有勾到人，但是末日跳大，跳踩，然后打了屠夫没有交大，因为他的大招应该是给我留着的，啊，这个时候还是比较危险的，先在远处丢毛看着吧。但是我们前排的2个大哥都死了，大树应该也要没了。这时候不要随便上去啊，因为你要打团战的时候得保证一个前提，就是你的双前排得活着，他们是扛伤害打控制的嘛，对不对？你龙骑士屠夫一倒你就别打了，因为这2个人一倒他们的没有前排了，火力输出会瞬间倾泻到你身上，是吧？你就非常危险。所以说你打的时候上不上是看那个屠夫跟龙骑士的，那2个不能倒。好，这时候终于那个林肯到身上了，林肯到身上了就可以保证你去带一些线成为可能了。哎，其实跟你说翻盘是非常难翻的，就是首先对面得菜。你像就所以说是低端局跟高端局不一样嘛，然后你对面首先得菜，然后对面得给你机会，如果对面不给机会的话，打得非常严谨，其实是非常难翻的。哎，这边屠夫是一个跳钩，这也能让他蒙到吗？蒙到了一个幽鬼，然后我想神行百变飞上去，这飞的是啥呀？这个神行百变不给面子。
哎，这时候林肯第一波，末日没有发现啊，所以说这是第一个用处，就是末日肯定没有发现这一波的这个林肯，直接跳大，然后大空了。然后后排是被我们的队友切掉了，这波是我前排顶上去了，杀了先知，然后末日大空，后排那个幽鬼被屠夫勾到，算是正儿八经的打赢了第一波仗吧，但是依旧落后接近2万啊，这个就很离谱啊。这个时候再说出分身斧的事儿啊，因为你出了分身斧也不可能解决对方能抓你的事情，现在我就能什么光明正大的带线了，对吧？我又不怕末日打我的先手，我也不怕白牛冲我啥都不怕。而且有了林肯之后，他的这个怎么说？这个续航啊，会非常的舒服。有了林肯的续航特别舒服。这时候卡尔来盯我了，我给队友说，卡尔盯上我了，队友啊，来带着粉带着针眼救一下。然后你看这个砰这一声是什么？是白牛活了，白牛活冲我呢，对吧？白牛活冲我，然后白牛的冲破了这个林肯，我给队友说。卡尔还盯着呢，跳过来人啊！突破是跳粉 ，OK。好，这时候阿木也有羊了，行，哎，这波又杀了一个卡尔，对方不断的减员，很少能打齐啊。然后这时候白牛打上了一个卡尔，因为当时白牛的冲把我的林肯破了，也就是说他到不了现场了。其实这个时候卡尔就应该走了，对吧？就不应该死盯着了，他死盯着没有意义了。除非是他是想让幽鬼降临和先知飞我脸是直接强打我，看下先知紫苑，其实我还是有危险的，还是那个这个林肯如果是被白牛破了，先知飞我的脸，紫苑点我还是会死的。但是有了分身之后就可以处理一切问题了，对不对？就是有了分身之后你就感觉会翻盘了，因为先知的紫苑你能靠分身解，不是因为这个神仙百变是解不了的，你被沉默了你怎么放技能，对不对？然后呢，分身解紫苑是吧？然后呢，林肯防末日防白牛，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可以先在远处丢标，打消耗，然后看情况再往上顶，这个时候就可以接正面了。但是在这之前，其实接正面都是有一点勉强的。大树倒了，但是卡尔也倒，对面一只手，不是大哥，这个上高不好吧？落后17000、18000呢，你真的打得跟要赢了一样，哎，撤啊！哎，白牛是撞到了龙骑士，能不能杀到？但是白牛开着那个威吓，屠夫感觉就咬了一下，那个时间就到了。好，然后这边又是一个盾击，走吧。我觉得这波不是很好打。然后末日是一个跳大加 BKB 是大到了龙骑士，他是个傻子。这个末日，这大龙骑有啥用啊？而且还是个变了龙的龙骑，这有啥用啊？这就是。末日大龙骑，哎，这是最傻的行为，对吧？人家还是个 A 上龙骑，还能跨越地形，是吧？然后这毫无用处，龙骑回血还快，等于说大了空大，这个他们也是打急了感觉。好，这时候末日的大招没了，对吧？然后呢，我又有林肯，但是对面的5个人都在，还是不要造次啊，因为现在没有分身斧，容易被先知飞树林，从树林的阴影里面直接远处给你点一个林肯，就是点一个紫苑，你可能是死了，然后或者说跟白牛配合一下，白牛先冲秒破林肯，秒接紫苑，啊，这个可能你就没了。然后下路打起来了，我踢到下路，我给队友说留人，能不能留到人？留到人真能打，这波的话，好像真的是有机会的。但是龙骑士是没有留，他是往后跑了。但是龙骑士很肉，我感觉还能扛一会儿，看能不能救一下。龙骑士还没死，吃了一个束甲，没视野了。有没有人给个视野？啊，大树再扔一个大招，双方互交一波技能。好，这边末日露头了，末日露头就好了。哎，刚才你看把我吓的，末日不露头，我一直都不敢上去打输出，特别可怕。因为你的林肯被破了嘛，我也不知道林肯是被啥破了，反正团战的对面能破林肯的技能还是有的啊，各种各样神奇的技能啊。这边先知是应该是复灵锁了啊，是一个复灵锁，然后我变猴子，这个时候也不怕末日了，因为我一堆猴子，末日第一时间应该是分不清哪个是真身的啊。好，然后又打了一波大树跟先知的互换，这样的话其实对我们来说是十分乐意见到的事情，因为局势 hold 住了啊，对吧？局势 hold 住了，然后你就可以保证
保证能往后期刷了。好，这时候分身符好了，终于啊，就在这一刻38分钟，虽然说落后18000，但是这个时候我敢负责任的说，我们是有翻盘点了啊，就是有翻盘点了啊。这时候扔个矛，开个分身符往后跑，然后让幻象把兵线推上去。现在要做的第一点啊，在这个时间点先干什么？先把线推出去。就是说很多新手在劣势局的时候，他在线不好的情况下贸然进攻，这是十分愚蠢的行为。一定要先推线再进攻啊，先推线再进攻。好，你看这时候我的走位就已经不当人了，因为我知道我死不了，且能打输出。我队友呢？哎，我服了，我队友呢？啊，这时候其实队友跑了，你看屠夫跟龙骑士刚才跑了，他们俩这时候没有意识到，其实我们已经能够去打进攻了。然后当时屠夫跟龙骑如果就是龙骑回家可以，屠夫如果帮我一下的话，我感觉我至少能杀一个人。屠夫就他了。哇，这个开了威吓的白牛是根本控不住啊，真的是根本控不住一点点。然后这一局的话，我并没有选择出输出装，就比如像蝴蝶那种猴子传统的输出装，我是直接选择出龙心，因为对面的输出是很混合立体的，对吧？什么纯粹伤害，什么魔法伤害、平 A 伤害、技能控制，要啥有啥。并没有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像小黑 TB 那种火枪那种平 A 打脸的啊，这个我觉得出蝴蝶意义不是特别大，选择出龙心啊。哎，这边是一个跳端到了白牛，这个时候他正好是那个二技能消失的时候，但是他有自己有吹风吹一下自己，然后直接冲跑了。哇，这个白牛真赖啊！白牛这个英雄真的是大赖子。好，继续顶线，把中路线顶上去，至少保证对面有1到2路，至少1到2路啊，就是线是顶在对方家门口的，然后让对方有人回防，不要让随时随地都是对方5人抱团抓我们的这个情况，这是不能接受的。哎，这边抓到了个幽鬼，漂亮！哇，这幽鬼真疼啊！但是你又得打，你知道吧？就是这没有办法，幽鬼开了刃甲，你必须得打他，你不打他，他跑了，他开个那个标，对吧？他那个标又有相位移动无视地形，他就跑了。那幽鬼是不是有魔晶啊？我瞄一眼，啊，果然他有魔晶。我就说他刚才开刃甲怎么那么疼啊？但是应该是魔晶的那个 E 跟那个刃甲同时开的，哇，简直了！我打幽鬼把我差点打死了。好，这是幽鬼一倒，对面的主力输出少了一大截子，我们可以考虑上个高，因为这时候龙骑士变大黑龙了，对吧？龙骑士变大黑龙，哎，你别跳上去啊，大哥，你这么勇干嘛呀？勾了一个谁？勾了一个卡尔，漂亮。但是这时候末日出 A 了，因为他知道我出了林肯，不好给我第一时间单体放，直接出了一个 A 杖，然后套自己跳上来，然后这个时候威力就能够体现出来了。但是没关系，我们能拉扯的。啊，这时候在远处先丢标，不要往末日的大招里面跑啊！不要这么二。好，大招一结束，往里面顶。好，这波是杀了末日，打了幽鬼，继续推啊！一定要把对方的买活逼出来。你不买吗？不买破路了啊，兄弟们！哇，真不买！对面这心智真坚定啊！啊，对面有一个塔防是吧？想把幽鬼的复活拖出来。他们不想2个同时买，想拖出一个幽鬼的复活，然后末日买活，这样就能守住，应该是这种思想吧。好，这边是白牛是被龙骑端到了，那我打先知。哇，白牛真赖皮啊，根本抓不到游龙啊。好，然后这时候没有兵线了，先知是买活了，卡尔还在。好，幽鬼开了刃甲，这时候不要慌，他那个很痛啊，我直接去点先知。好，散失点脸。这波在这个消耗战中啊，完成了一波3杀是吧？然后继续推他轮塔。你看这一波就是对面怎么说省钱了，贪小钱误大事。当时要是他们同时买5人齐一起冲出来，局势就不是这样的，就总有1、2个人，对吧？总有1、2个人舍不得买啊，觉得队友能守住啊，队友守住了，我不就不用买了吗？啊，就是这么想的，对不对？结果呢，总是少人，5打4拖着，然后
让我完成了一波3杀。好，这边是末日直接开大招进场，但是被大树的一个大给困住了。然后幽鬼被咬，过来点幽鬼。这时候龙心已经到手了，是不怕那个幽鬼的刃甲加魔晶的那个反伤了。然后刚才肯定会有人问，为什么先知诓我的时候我不用神行百变，对不对？因为他点了这个发芽具有束缚效果了。就刚才肯定有人在这儿，你分身呀，神行百变啊，神行百变啊，对吧？没法神啊，也没法行百变啊，没法，因为他点了发芽具有束缚效果了，技能用不出来，兄弟们啊！我猜弹幕当时一定会有人这么喷我，对不对？哎。嘿嘿，故意留一手，哎，故意留一手，哇！这时候白牛大吹风了，还咬哇！这个哎，还能不能杀掉？给个散失，好像有机会，好像哇，我服了，这都不行，真的是大树的缠绕加屠夫的咬加我的散失加我的毛全点脸了，白牛直接是断了兵线，潇洒离去，太赖皮了，根本留不住啊，根本留不住，太赖皮了这个英雄。然后点一个这个散魂剑啊，点一个散魂剑。其实这局我是可以出那个什么的，可以出大引刀的，可以出大引刀，但是大引刀咋说呢？要的配件略多，略贵。好，末日还是依旧选择了给自己扔大啊，但是问题不大，那个我们拉扯就行了。这个时候末日只要大招点不到我身上，我们是有很强的拉扯能力的。我可以不停的在远处丢标减速，然后准备溜人，随时可以准备冲入战场。这个先知同学，你这么打是不对的啊！好，先知一看我分身了，直接就往后跑。好，末日上来，但是立刻就被秒了。这个右位肯定是扛不住我的伤害，我的伤害好高。好，先知你只要框不住我，那你肯定是死了啊！这个先知只要框不住我，肯定是死了。好，终于是打完这波啊，就彻底的翻盘了，是吧？然后那个11杀5死9助攻，是吧？然后是这十分艰难的一局，这局真的是打的太艰难了。你看，在20分钟的时候，对吧？这个基本上落后了接近有多少了？接近2万多了。就反正打的在那个燕方，然后打到30多分钟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不知道领先多少钱了，领先快3万了。然后一点一点的翻回来了。这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第一点，就是你的打钱啊，你作为一个大哥，你要知道如何打钱。就像一开始藏着打，对吧？没有林肯的时候藏着，有了 A 杖就是藏在树林里面，不要露头，然后不停的丢毛去推线，然后呢靠毛去推线打野，但是人不要露头。有了林肯了，可以推得更凶一点啊。有了分身了，再去打进攻，知道什么时候能打，什么时候不能打，不能打的时候如何带线啊，这些都是你想翻盘必须要具备的思想素质啊，而不是说这个英雄技能怎么放，出什么装备，这有啥学的？看一张图都能看懂，对不对？非常艰难的一局啊，然后很不容易赢的，然后这给大家稍微的讲解一下吧。但是说实话，翻盘局还是真的非常难打，想翻盘非常不容易啊，得天时地利人和才能翻下来。行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